大家好，我是美国如蒙 Ramon 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合伙人徐亮 Jason。今天呢，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呢，是有关美国商标的。那么今天分享这个话题呢，是我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美国商标的4个操作，第二部分呢有关这4个操作一般的这个费用和成本。欢迎来到文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好，长话短说，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那么对于美国商标呢，一般的话呢会有4个有关操作。第一个操作呢就是商标申请，第二个操作呢是商标的异议，第三个操作呢是商标的无效，第4个是商标的这个侵权。那么有关第一个商标申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会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商标的实际使用，来申请。第二个呢是通过商标的意向使用来申请。那么商标实际使用申请就比较直截了当了。在申请时候呢，商标的拥有人呢已经把这个商标呢使用在了这个产品中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申请者就直截了当。那么商标意向申请呢，是指在申请时候，这个商标人他还没有把这个商标使用在这个产品中，那么他就是呢想赚这样一个坑，那么以后呢，在使用中呢就可以有所保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是在商标申请意向申请下来以后的6个月之内呢，商标申请人必须要向商标局去提供实际使用的证据。那么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因为商标这个申请人一般情况下，他在申请的时候呢，就会尽量扩大这个商标的范围，他会放很多的这个产品和类型进去。但是他到了6个月去提交这个使用证据时候呢，他这个证据他就没有那么多。他比如说他的使用只是在其中的一部分产品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一般操作呢就会对这个商标呢进行一个分割，那么把这个商标中有关已经使用了这个有使用证据的这一部分的产品类型呢，就可以正式的申请下来。那么还没有使用的那一部分呢，就会留到后面再进行处理。那么商标的异议呢，就是指商标申请下来以后的30天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对于这个商标有这个不满的话，他们都可以向这个商标局去提出商标异议。那么商标局呢，会根据双方提供的这个证据，最后做一个判决。那么过了这30天以后呢，那么对于这个商标，如果还有人对于这个商标不满的话，他们就可以去商标局去提交商标的无效。那么商标局呢也会根据双方提供的无效的证据呢，来最后做个判决。第4个操作呢，就是商标的这个侵权。一般的话，这时候就是指商标的这个拥有者如果看到有其他人在违法的使用自己的商标在自己的产品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商标去进行维权，要求对方的产品停止销售，同时呢可以问对方要这个赔偿金。第二部分呢，也是大家可能有些时候非常感兴趣的，说这个成本和这个费用会是多少？那么有关这个第一部分商标申请，它的费用呢分2部分，一部分当然就是官费，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律师费。官费呢，在这个美国的商标局的这个网站上呢，一般都是能够明码查价能查到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官费呢，是会根据商标申请的这个类别来进行计算。一个类别的话呢，一般情况可能是在375到500美元之间。那么如果申请的类别越多呢，当然你的费用也就越多。第二部分有关商标申请的律师费用呢，因为商标申请相对还是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活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律师的费用呢也一般是一个定值。当然，如果在提交申请以后，需要对这个商标局提出了一些官方的意见进行答复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律师会根据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来进行计算。那么有关这个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和这个商标侵权这3个操作的话呢，他们其实都是和这个诉讼相关联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个有关的费用和成本呢，都会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事实举证阶段，第2阶段呢是专家举证阶段，第3阶段呢是出庭阶段。那么在这个3个阶段中呢，都会有律师的费用
一般会根据这个小时来计算。另外一部分费用呢，就说是第三方费用，比如说要请专家，会有专家费用。如果去出庭的话呢，还有一些出庭的一些行政的费用。大家肯定也知道，美国律师呢也是不便宜，这个诉讼呢也是是花费不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发起无效或者发起异议或者发起这个侵权3个操作以前呢，都需要和这个律师进行沟通以后，觉得有了把握以后再进行提出。那么最后呢，总结一下因为大家也经常会有问题说，我这个如果说是不申请商标，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商标呢，其实是对自己产品和品牌的一个保护。那么如果说你的产品卖得很好，但是没有申请商标的话，又被竞争对手或者其他人恶意的已经抢注了商标，又来反咬你一口的话，那这个你就是得不偿失了嘛。好的，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